跟女友合伙养小龙虾1年，净赚了200万。结果庆功宴上，他却只转给我10万。他说糖是他的，本金是他出的，我就是简单出个力，拿10万不少了。我看着那份协议，二话没说签了字，收了钱，反手包下了全村最臭的废弃洼地。直到梅雨季到来，他的600亩虾塘全部死绝，欠下100万高利贷，而我的龙虾个个活蹦乱跳。看着他那张惨白如纸的脸，我把当初那张10万块的转账回执扔在他脸上。今天我用这10万块买下你土地使用权，爱卖不卖。听说后来他家别墅被催债的收走，只能去海鲜市场的下水道旁当个底层的洗虾小妹，每天蹲在脏水里哭。此刻庆功宴上，女友父亲笑眯眯地看着我。小陈啊，今年确实辛苦你了，你为我们家做的贡献，我们都看在眼里。这杯酒，叔叔敬你。我端起茶杯，平静地回敬。叔叔，您太客气，毕竟这片虾塘我倾注了全部心血，都是我应该做的。这并非我自夸，过去整整1年，为了这300亩小龙虾，我几乎就住在塘边的彩钢瓦棚里。小龙虾繁育极度依赖水质调控和病害防治，从早批虾苗的繁育、独家抗病饲料的配比，到梅雨季节半夜起来撒药跳水，所有的核心技术和脏活累活，全是我一个人包揽。可以说，没有我这套从农科院改良出来的独家生态混养技术，这300亩洼地根本产不出这么优质、高成活率的小龙虾。如今丰收了，账面上结结实实多出了200万的净利润。是啊，确实辛苦。林建国放下酒杯，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随后冲一旁的林夏使了个眼色。林夏清了清嗓子，从随身的爱马仕包里拿出一份早就打印好的文件，推到我面前。陈凡，今天除了庆祝，其实还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林夏的语气变得公事公办，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漠。我扫了一眼文件抬头的加粗黑体字，解除合作关系及补偿协议。商量？这看起来不像是商量，像是通知。林夏被我看得有些不自然，但很快就挺直了腰板，理直气壮地说：陈凡，你也别怪我说话直，咱们当初包这300亩塘，50万的启动资金是我拿我爸的房产抵押贷款的，塘口这块地也是我大伯托关系才低价批下来。所以呢？所以承担破产风险的都是我和我家里人，而你呢？你不过就是出了点力气，调调水喂喂虾而已。林夏的声音拔高了几分，仿佛在极力说服他自己。现在赚了200万，按理说你只是个打工的，但我念在咱们谈了3年恋爱的份上，这里是10万块钱，作为你这1年的辛苦。签了这份协议，钱马上转给你。10万块买断我1年的日夜操劳，买断我能让小龙虾存活率提升40%的核心技术。这算盘打的，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林建国在一旁帮腔，手里盘着核桃，语气透着敲打。小陈啊，做人要知足，你一个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在外面打工1年能赚几个钱？给你10万，回老家都能盖半栋小洋楼了。做人不能太贪心。这时包厢的门突然被推开，林夏的堂哥带着2个5大3粗的亲戚走了进来，往门口一站，像2堵墙一样堵住了去路。林夏冷冷地看着我，眼神里已经没有了曾经的温情，只剩下防备和鄙夷。他似乎认定了我看到这极度不公的分配后会勃然大怒，甚至做好了让堂哥强行将我镇压、扫地出门的准备。包厢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所有人都在等我的反应，等我无能狂怒，等我控诉他们的无情，等我像个跳梁小丑一样歇斯底里的要分1半的钱。我低下头，轻轻笑了一声。林夏的堂哥上前一步，恶狠狠地威胁道：陈凡，你笑什么？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没有理会他，而是重新抬起头，目光平静如水地扫过林夏和他家人的脸。他们根本不知道水产养殖这一行水究竟有多深，他们以为有钱有糖，雇2个临时工照葫芦画瓢就能继续日进斗金，却不知道离开了我的核心技术，那300亩虾塘就是个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笔呢？我伸出手，林夏愣住了，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什么？我问你签字笔在哪里？我语气极其平淡，林夏的眼神闪过一丝错愕，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痛快。他下意识地递过一支笔，我接过笔，没有一句废话，直接翻到协议最后一页，干脆利落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现在转账。我将协议扔回林夏面前，林建国和几个亲戚面面相觑，准备好的满肚子威逼利诱的话，全都被噎在了嗓子眼。林夏看着协议上龙飞凤舞的签名，神色复杂，但很快就被即将独吞200万的狂喜所取代。他迅速拿出手机，生怕我反悔似的，10秒钟不到就完成了操作。支付宝到账50万元。听到手机清脆的提示音，我站起身，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林夏看着我毫无波澜的脸，突然有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忍不住开口：陈凡，你也别怪我，这是现实。以后如果你找不到工作，我家的虾塘也可以反聘你，1个月给你开5000。我没有看他一眼，直接拉开包厢的门，迈步走了出去。走出海鲜酒楼，夜风微凉，吹散了身上沾染的酒气。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余额里孤零零的10万块，直接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师傅，去隔壁清水县
卧龙湾。司机愣了一下，从后视镜里用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小伙子，大晚上的去卧龙渊？是卧龙渊，那地方荒了好几年了，连条像样的水泥路都没有，全是烂泥塘啊！就去那儿。我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养神。林夏他们以为10万块在这年头什么都干不了，甚至不够他们在市区付个首付，但他们不知道，对于一个掌握了核心技术的水产养殖专家来说，10万块足够撬动一个商业帝国。卧龙洼确实是个烂泥塘，因为地势低洼，水体富营养化严重。前几年鲍鱼塘的老板全都在这里赔得底儿掉，但在我眼里，这里却是绝佳的生态混养试验田。第二天一早，我用极低的价格，1年2万的白菜价，一口气包下了卧龙洼最核心的50亩废弃塘口。当地村长签合同的时候手都在抖，生怕我这个冤大头反悔。拿到塘口后，我没有像林夏家那样大兴土木，盲目砸钱搞基建。我用剩下的8万块买了一批最基础的水质调理剂、特定比例的益生菌，以及一批最便宜、最不被看好的尾苗。真正的核心技术从来不是花里胡哨的设备，而是对水体微生态的精准把控。仅仅半个月的时间，通过独家配比的微生物菌群调控，原本发臭的死水洼焕发了生机，水草丰茂，水质达到了惊人的优良级别。我放下去的尾苗成活率逼近95%，而且长势极其凶猛。就在我的虾塘稳步走上正轨时，隔壁发生了一件大事。距离卧龙洼不到2公里的地方，是全省最大的水产渠道商清河水产的直营养殖基地。这几天基地里愁云惨淡，大批的小龙虾不明原因的捡食、爬边，甚至开始出现零星的死亡。我带着几只自家塘里刚脱壳的极品虾去镇上化验水质时，刚好路过清河水产的基地。基地负责人是个30出头的女人，叫苏青。她穿着干练的职业装，踩着高跟鞋站在泥泞的塘边，秀眉紧蹙，正对着几个请来的水产专家大发雷霆。这就是你们说的没问题？每天死几百斤，再过1周，我的这批极品高档虾就全军覆没了，几千万的订单违约，你们谁负得起这个责任？苏青气场极强，几个地中海专家被骂得抬不起头。苏总，这可能是应激反应，最近天气变化太大，我们已经加大了抗生素的投放量了。一个专家擦着冷汗解释。我站在不远处的田埂上，看了一眼塘水的颜色，忍不住摇了摇头，冷笑出声。抗生素，照你们这么投下去，不出3天，这塘虾不是病死就是被毒死。我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塘边显得格外突兀。所有人齐刷刷地转过头看向我。苏青打量了我一眼，见我穿着普通的冲锋衣，手里还提着个装水的塑料桶，眉头皱得更深了。你是谁？这里不让外人进。几个专家也像是找到了宣泄口，立刻指责起来。哪里来的黄毛小子在这儿胡说八道？我们都是省农科院挂牌的，你懂什么叫水产病害吗？我不慌不忙地走过去，指了指塘面上漂浮的一层微不可察的暗红色泡沫。虾尾泛白，鳃部肿胀，这不是天气应激反，这是底泥恶化导致的氨氮和亚硝酸盐双重超标，伴随早期的弧菌感染。你们猛砸抗生素，不仅杀不死弧菌，反而把水体里仅存的有益菌全杀了，水生态彻底崩溃，神仙难救。几个专家刚想反驳，我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子，扔给苏青。这是我自己配的复合生物续全制剂，停掉所有的抗生素，把这瓶东西按1:1000的比例稀释泼，12小时内虾群恢复进食，水质泛清，24小时治不好，我把头割下来。我没有半句废话，转身就走。技术碾压，不需要多费口舌。看着我干脆利落的背影，苏青紧紧攥着那个小瓶子，眼中闪过一丝死马当活马医的决绝。另一边，市区的保时捷 4S 店里，林夏戴着墨镜，随手签下了一辆保时捷 Macan 的提车单。哎呦，夏夏，这车可太衬你了。那是，本小姐现在可是坐拥几百亩虾坛的老板娘，这算什么？等今年这批虾出了，我直接换帕拉维罗。哎，对了，你那个前男友陈凡呢？听说你们分了。一个闺蜜八卦地问道。听到这个名字，林夏眼里闪过一丝不屑。别提那个土包子了，给了他10万块钱打发回老家了，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真以为我家的虾塘离了他不转了？我已经花钱雇了几个附近的散工，每天照着他以前的方法定时投喂就行，多大点事儿？就是，技术算个屁，资本和人脉才是王道。林夏听着奉承，只觉得整个人都飘在云端。他用分红的钱不仅买了豪车，还一口气找亲戚借了高利贷，又在旁边强行包下了300亩地，准备大干一场。他以为只要照葫芦画瓢就能继续日进斗金，他根本不知道没有我针对不同节气和水质随时调整的独家配方。他让人胡乱投喂的每一粒饲料都在为虾塘的崩溃加速倒计时。而此时的我正坐在卧龙洼的彩钢瓦棚里，看着手机上的未接来电。来电显示清河水产苏青接
接通电话，那头传来了苏青压抑不住激动的声音。陈先生，您在哪儿？我带投资合同和全省的独家渠道协议，亲自来见您。半小时后，一辆黑色的迈巴赫压着卧龙洼泥泞的土路，停在了我的彩钢瓦棚前。苏青踩着高跟鞋，连泥水溅到了名贵的丝袜上都顾不得，快步走到我的虾塘边。当他看到那清澈见底、水草丰茂的优良水质，以及水下那些活力四射、个头远超同期的极品小龙虾时，他眼中的震惊彻底掩饰不住了。这是怎么做到的？苏青深吸了一口气，转头看向我，眼神已经从昨天的怀疑变成了彻底的狂热。陈先生，我基地那边的虾全救活了，不仅没死，进食量甚至比生病前还猛。您到底用了什么神仙技术？没什么神仙技术，顺应水体生态而已。我递给他一份昨晚刚打印好的合同，语气平淡。苏总，明人不说暗话，卧龙宴这50亩只是个开始，我有一整套从繁育到成虾的抗病养殖方案，我要扩大规模。你需要稳定高品质的货源。苏青也是个极其果断的女强人，她粗略扫了一眼合同，连价都没还。陈先生痛快，我出资500万，外加清河追产全省渠道的独家收购权，只占49%的股份，经营权、技术专利全归你。合作愉快。两笔落下，50万的定金直接打入我的账户。苏青看着泛起微波的水面，眼中闪过一丝担忧。陈总，马上就是6月中旬的梅雨季了。也就是业内常说的渡劫期，往年这个时候，白斑综合病和肠炎高发，存活率大打折扣。咱们这边的防疫，放心，我的虾死不掉，但有些人的虾马上就要死绝了。半个月后，江南地区迎来了漫长且闷热的梅雨季节，气压极低，暴雨和高温交替，空气里闷得让人喘不过气。市区的美容院里，林夏正舒舒服服地躺在 VIP 包厢里做着水疗，一旁的茶几上放着保时捷的车钥匙。这时他的电话疯狂震动，屏幕上显示是他爸林建国打来的。林夏有些不耐烦地接起电话：喂，爸，我正做 SPA 呢，不是说了虾塘那边让工人每天定时撒料就行了吗？夏夏，快来堂口，出大事了！虾全飘上来了！电话那头，林建国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惊恐，甚至带上了哭腔。林夏心里猛地一咯噔，一把扯掉脸上的面膜，连妆都顾不上化，开着保时捷一路狂飙到了虾塘。刚推开车门，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味便扑面而来。林夏踩着高跟鞋，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塘边，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如坠冰窟。原本应该清澈泛青的水面，此刻呈现出一种浑浊的酱油色，水面上密密麻麻地漂浮着翻着白肚皮的小龙虾，一层叠着一层，被毒辣的太阳一晒，已经开始腐烂发臭，苍蝇漫天乱飞。林夏尖叫出声，眼珠子都红了。这可是他用190万分红，外加高利贷和亲戚借款，总共砸了300多万扩建的600亩大塘啊！几个雇来的散工站在一旁，也是满脸无辜和慌乱。老板，我们真的不知道啊，我们都是严格按照你说的，每天早晚各撒一次饲料，1两都没少放啊！1两没少，为什么全死了？林夏歇斯底里地吼道。林建国瘫坐在泥地里，脸色惨白，手里紧紧攥着一只死虾，虾尾已经溃烂发白。夏夏，别骂了，我刚才找人看过了，是白斑综合病加上水底氨氮严重超标。那陈凡以前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去年一直都没死？林夏抓住他爸的胳膊，指甲都掐进了肉里。陈凡，工人们说，以前到了这个时候，陈凡根本不喂饲料，他半夜3更爬起来，根据风向和水色撒微生物制剂，有时候还要紧急换水。他那些瓶瓶罐罐的比例，我们根本不知道。直到这一刻，林夏和林建国才如梦初醒，终于明白了核心技术这4个字的真正重量。他们以为照葫芦画瓢就能赚钱，却不知道陈凡在这个季节撒下的每一把料，泼下的每一桶水，都是救命的解药。林夏彻底慌了，像无头苍蝇一样拿出了手机。病急乱投医之下，他们找到了之前在清河水产被我骂得狗血淋头的那几个农科院专家。专家们来到现场，装模作样的看了一番，立刻开出了几大桶不知名的特效调水剂和高浓度的抗生素。林老板，这药可是最新研发的，下去就能见效。不过价格嘛，一桶得1万块，你这600亩地起码得50桶。专家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50万！林夏咬破了嘴唇，他账上早就没钱了，买车加上前期扩建，早就掏空了家底。夏夏，买吧，再不买，
堂里这几百万的本金就全打水漂了。林建国哀求道。走投无路的林夏只能再次一咬牙，把刚提没多久的保时捷做了抵押贷款，凑够了50万，买下了那堆所谓的特效药。当天下午，几十桶猛药被不要命的泼进了虾塘。林夏一家人守在塘边，双手合十，祈祷着奇迹的发生。然而奇迹没有发生，地狱却降临了。第二天清晨，那高浓度的抗生素和劣质吊水剂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次稻草。水体中残存的有益生态被彻底杀死，水质瞬间崩溃。工人的惨叫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林夏冲出工棚，绝望地跌坐在地上。600亩虾塘，水面仿佛被煮沸了一般，几百万尾小龙虾因为极度缺氧和中毒，疯狂地窜出水面，然后僵直地死去。仅仅几个小时，全军覆没，整个虾塘变成了散发着恶臭的死水坑。600亩的心血，400多万的投资，在这一夜之间化为泡影。而在另一边，卧龙洼的生态基地里，水面平静，水下暗流涌动，一个个强壮、色泽鲜亮的极品小龙虾正在水草间来回穿梭。苏青的电话准时打了进来，声音激动地发颤。陈总，出大事了！梅雨季导致全省80%的虾塘爆发白斑病，市场全线断供，我们清河的订单压爆了。现在的收购价是多少？我吹了吹杯子里的热茶，淡淡地问。平时31斤，现在91斤，而且是有价无市，我们发财了。我放下茶杯，看着窗外初升的太阳，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通知工人，齐网出货。是。潮水终于退去，那个没穿底裤的人也该现眼了。清晨的卧龙洼，水雾缭绕，生机勃勃，伴随着几十个工人的整齐吆喝声，第一张巨大的特制地笼被缓缓拉出水面，水花四溅中，满满一网兜个头硕大、色泽红亮、活力爆棚的极品小龙虾跃出水面，在晨光下反射出诱人的光泽，每一只都足有7、8钱重，腹部白净，双螯粗壮，简直是这梅雨季节里难得一见的珍品。站在岸边的苏青倒吸了一口凉气，激动的连手里的平板电脑都差点掉进水里。极品，全都是 A 级以上的极品虾，陈总，这简直是奇迹！现在的市场，别说 A 级虾了，就算是带点病的次品虾都被抢疯了。苏青转过头，看向我的眼神里已经不仅仅是震惊，而是彻头彻尾的敬畏。几十辆印着清河水产的冷链物流车早就等候在土路旁，过磅、装箱、打氧、封车。苏青看着不断跳动的电子秤数字，声音都在发抖。第一批齐网2万斤，陈总，按照现在的行情，90块1斤的保底收购价。这一窝就是180万，这还仅仅是卧龙湾不到1/3的产量。我掏出纸巾擦了擦手上的泥水，语气平静，按部就班的齐网，别伤了底层的虾苗。告诉下面那些嗷嗷欲步的渠道商，全省的高端棒虾市场，从今天起，清河水产说了算。想要货，得按我们的规矩来。短短3天时间，卧龙洼的极品小龙虾以绝对的统治力横扫了全省的水产市场。在全省80%虾塘因为白斑病绝收的惨状下，卧龙洼简直成了行业内的神话。所有的高端餐饮、大型海鲜市场全都在疯狂打听这个横空出世的卧龙洼虾王到底是何方神圣。而此时，虾王这个称呼正像是一根救命稻草，在几百公里外被走投无路的林家人死死抓住。此刻，林家的别墅客厅里一片狼藉，茶几被掀翻在地，玻璃碎了一地，空气中弥漫着绝望和浓烈的火药味。林建国、林夏，你们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投进去的那30万是我准备买房付首付的钱。之前在包厢里不可一世，带着人要把我扫地出门的堂哥，此刻正满脸狰狞地指着林建国父女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们当初拍着胸脯保证说，只要照着那个死瘸子以前的方法喂，今年绝对能赚大钱。现在呢，虾全死绝了，赔的底裤都不剩。大哥，你别逼我们了。水体崩溃是天灾啊！我们也不想的，谁知道那些专家给的药是假药。林夏头发凌乱，眼眶红肿，哪里还有半点开保时捷时的嚣张？放你娘的屁！什么天灾？这就是人祸！你以为我们不知道？那是白斑病。大伯在一旁气得浑身发抖，一巴掌拍在沙发扶手上。往年陈凡在的时候，怎么从来不爆发？还不是你们父女俩贪心不足蛇吞象，非要把人家一脚踢开。现在好了。摇钱树被你们赶走了，拉着我们全家跟着你们陪葬。大哥，话不能这么说呀！林建国瘫在沙发上，捂着脸狡辩。当初分红的时候，拿陈凡的钱，你们可都没少分。赶他走的时候，你们不也说他就是个高级打工仔吗？现在出事了，全推到我和夏夏头上。不推给你们，推给谁？地是你包的，药是你们买的，赶紧把钱退给我。
一时间，别墅里七大姑八大姨全吵作一团。昔日里因为那200万分红而其乐融融、共抗外敌的极品亲戚们，此刻彻底撕破了脸皮，为了推卸债务，互相指责，狗咬狗的嘴脸恶心到了极点。就在这时，别墅的大门被人一脚粗暴地踹开，几个光着膀子、满臂纹身的壮汉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原本还在吵闹的亲戚们瞬间吓得噤若寒蝉，纷纷往角落里躲。领头的光头男冷笑着走上前，一把薅住林建国的衣领，将他半提了起来。林老板，吵什么呢？你那600亩死水坑的事儿，兄弟们可都听说了。100万的高利贷加上利息，今天刚好到期，拿钱吧。强哥，您宽限几天？我那堂里还有些设备能卖点钱，我连本带利一定还您。林建国吓得冷汗直冒，双腿打软。宽限？你那几台破抽水机够塞牙缝的。兄弟们去看了，你那保时捷已经抵押给银行了。今天要是见不到真金白银，这套别墅我们就收了。不要，那是我家的房子！林夏尖叫着扑上去，却被光头男一把推开，重重地摔在碎玻璃碴上，手掌鲜血直流。3天后不见钱，全家老小准备睡大马地吧。催债的人扬长而去，留下一屋子死寂。那些亲戚见势不妙，生怕惹火烧身，纷纷找借口溜之大吉，连头都不敢回。偌大的别墅里，只剩下林建国父女俩坐在地上抱头痛哭。完了，全完了，一辈子的心血啊！林建国捶胸顿足，突然他像疯了一样翻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相熟的饲料供应商的电话。老李，你救救我！你认识的人多，你帮我打听打听，有没有什么大老板愿意接手我那600亩堂，或者有没有什么神仙能救救我这绝糊的病啊？老林啊，这是造的什么孽呀？现在全省的虾都死绝了，谁敢接你的烂摊子？电话那头，老李叹了口气。我听说隔壁清水县出了个怪胎，不仅完美避开了这次白不安病，而且养出来的全是大个头的极品虾，几天时间赚了100万。现在道上都叫他卧龙蛙虾王，这人手里绝对有抗病的独门绝枪。虾王！就在林建国彻底绝望之际，老李话锋一转：“老李，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没有，人家神秘的很，全省的货只供清河水产。你要是真走投无路，就去卧龙宴碰碰运气吧。要是能求他指点迷津，或者让他低价把你的堂口收购了，至少能把高利贷还上，保住你的命。”挂断电话，林建国一把抓住林夏的手腕，就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大夏，快，别哭了，跟我去卧龙院，去求虾王！林建国双眼通红，声音嘶哑。林夏从地上爬起来，连手上的血都顾不得擦。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那100万高利贷和即将被收走的别墅。不管这个虾王是老头还是怪人，只要能救他，他甚至愿意当场下跪。好，我这就去借车，哪怕答应任何条件。爸，只要能见上这位大佬，我什么条件都答应。林夏咬着牙，眼中满是决绝。他根本不知道，他即将千里迢迢卑躬屈膝去求的那个站在行业顶端翻云覆雨的虾王大佬，正是半个月前被他用10万块钱像扔垃圾一样扫地出门的我。卧龙蛙的土路已经被来来往往的重型冷链车吓得平平整整。林建国借了一辆破旧的50宏光，带着林夏一路颠簸，终于来到了这个他们曾经嗤之以鼻的烂泥塘。一下车，眼前的景象让父女俩彻底看傻了眼。原本荒芜的洼地，此刻不仅建起了整齐的标准化生态大棚，外围更是停满了10几辆印着清河水产的货车，工人们热火朝天的起网、称重、装箱。那一筐筐洪亮肥硕的极品小龙虾，在阳光下简直就像是一座座金山。极品，全都是极品 A 级虾呀！林建国懂行，只看了一眼，双腿就软得走不动道了。这得赚多少钱？在这全省虾塘死绝的关头，这里的虾简直比黄金还贵。爸，别看了，快去求见虾王要紧。林夏虽然也被这壮观的景象震撼，但一想到背后催命的高利贷，立刻拉着林建国往基地中央那座新建的2层办公小楼跑去。站住！干什么呢？门口的保安拦住了他们。林夏立刻换上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眼泪说来就来。大哥，求求您通融一下，我们是从市里来的，想求见虾王老板。我们有600亩的堂口想转让，价格绝对便宜，求求您让我们见老板一面吧。保安狐疑地看了他们一眼，按下了对讲机。陈总，外面有2个人说有600亩堂口想低价转让。
让他们进2楼办公室。林夏如蒙大赦，拉着林建国连滚带爬地冲上了2楼，推开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大门。巨大的落地窗前，一张宽大的真皮老板椅背对着他们。虽然看不见脸，但那股运筹帷幄的气场让林建国一进门就下意识地弯下了腰。大老板，活菩萨呀，求您救救我们一家老小吧！我们有600亩设备齐全的堂口，现在只求您能接手，随便给个价，能让我们把高利贷还上就行啊！林夏也红着眼眶，局促地捏着衣角，试图用自己最柔弱的声音引起大佬的怜悯。老板，只要您愿意帮我们渡过难关，以后让我给您做牛做马都行。老板椅缓缓转动，一个熟悉到令人骨髓发冷的声音在宽敞的办公室里悠悠响起。做牛做马，林夏，就你那点连虾苗和草虾都分不清的本事，在我这儿连个挑虾的零工都干不了。看清我那张脸的瞬间，林夏脸上的表情彻底凝固了，眼珠子瞪得仿佛要掉出来，尖锐的声音因为极度震惊而劈了叉。陈凡，你怎么会在这里？林建国也猛地抬起头，像见鬼一样死死盯着坐在老板椅上的人，嘴巴大张着，却半天发不出一丝声音。我靠在椅背上，手里把玩着一支金色的签字笔，居高临下的看着这对狼狈不堪的父女。怎么，半个月不见，不认识了？陈凡，你赶紧从老板椅上下来，这是你能做的地方吗？快去把你们老板虾王叫出来！要是耽误了我们谈600亩的大生意，你负得起责任吗？林夏的脑子疯狂转动，死死咬着牙，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一身职业装、气场强大的苏青快步走了进来，将一沓厚厚的报表恭敬地放在我的办公桌上。陈总，今天的出货量已经统计完毕，净利润单日突破400万。另外，省内几家最大的连锁海鲜城老板都在楼下候着，想求您再多批1000斤的配额，您看要见吗？苏青的话像是一道响雷，直接劈在了林夏和林建国的头顶。林夏腿一软，扑通一声跌坐在地上，面如死灰。陈总，他是这里的老板，他就是那个火龙窝虾王。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半个月前你才拿了10万块钱被赶出去，你怎么可能半个月就翻身当老板？那些钱你是哪儿来的？那些技术，对，那些技术明明是我家的。林建国崩溃地抓着头发，我放下签字笔，眼神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你家的，林建国，别往自己脸上贴金。没有我的水质调控和繁育配方，你那600亩大堂现在已经臭气熏身了吧？我站起身，走到他们面前，将一张早准备好的转账回执单扔在林夏的脸上，正是半个月前他转给我的10万块。你们以为资本和人脉能碾压一切，却不知道在绝对的技术壁垒面前，你们那点钱只够给你们自己买棺材。林夏呆呆地看着那张回执单，往日的高傲和不可一世被彻底粉碎。他终于明白自己究竟亲手丢掉了一个怎样恐怖的财富帝国。如果当初他没有过河拆桥，现在坐在这个办公室里数钱的老板娘就是他。强烈的悔恨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的心脏。林夏突然连滚带爬地扑过来，一把抱住我的腿，哭得撕心裂肺。陈凡，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当初都是我爸和那些亲戚逼我的，我是爱你的，陈凡，我们谈了3年恋爱，你难道一点都不念旧情了吗？求求你，看在过去的份上，帮我还了那100万高利贷吧，不然他们会砍死我的。看着这张哭花了妆、丑态百出的脸，我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觉得有些滑稽。念旧情。我一脚将他踹开，嫌恶地拍了拍裤腿。我转头看向苏青，苏总，你一份收购合同。好的，陈总。林建国眼中猛地爆发出希望的光芒。陈凡，不，陈总，您愿意收购我们的堂头？您出多少钱？那可是600亩啊！当初投了400多万呢。我走回办公桌，双手撑着桌面，冷漠地吐出几个字：10万。办公室里瞬间死寂，林夏尖叫起来：10万！陈凡，你疯了吗？10万块连高利贷的利息都不够，你这是在抢劫！今天我用这10万块买下你600亩的土地使用权，和你那一池塘发臭的死虾当肥料。你这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呀！我转过身，不再看他们一眼。爱卖不卖，门在后面，不送。提醒你们一句，那些催债的大概还有3个小时就要去享受你们的别墅了。林夏瘫在地上，看着我冷酷的背影，终于明白，眼前这个男人早已经蜕变成了他这辈子都只能仰望的存在。他颤抖着手，在苏青递过来的那份充满侮辱性的10万收购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带着那屈辱的10万块，父女俩像丧家之犬一样逃离了卧龙洼。1个月后，清河与卧龙洼联合打造的全省最大生态水产产业园正式剪彩落成。我穿着高定西装，在无数媒体的闪光灯和掌声中
接过了行业协会颁发的杰出青年企业家奖杯。事业巅峰，名利双收。而就在典礼现场对面那条街的嘈杂海鲜批发市场里，一个头发油腻、穿着破烂水鞋的女人正蹲在满是腥臭污水的下水道旁，机械地用刷子洗着死虾。市场老板一脚踢翻了她身边的水盆，破口大骂：林夏，你是不是瞎了？死虾和活虾都分不清，今天工钱扣一半，还当自己是千金大小姐呢？赶紧活！林夏麻木地将手伸进冰冷刺骨的脏水里，眼泪一滴滴砸在水面上。他抬头看向街对面大屏幕上那个光芒万丈的男人，那原本是他的男人，但现在他高高在上，而他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了。